顺治18年啊，也就是公元1661年正月初七这一天，大清统一天下以后的第一个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在紫禁城的养心殿突然驾崩，年仅24岁。作为官修史书的《清实录》，只留下上崩于养心殿这样的记载。这种记载呢，难免让人觉得有所敷衍和草率，由此也就不得不让人怀疑正值青春壮年的顺治皇帝怎么会忽然去世。而他去世前亲自指定的遗诏起草人王熙，在他自己的《王文静集自传年谱》中记载，奉诏入养心殿，谕朕患斗事将不起。这个王熙啊，是顺治一朝的宠臣之一，他当时受命前往养心殿。顺治皇帝在病榻前亲口对他说我得了天花，估计活不了了，跟你们交代一下后事，你来起草诏书吧。因为王熙是直面皇帝驾崩的当事人，所以大部分历史在修撰时候都以他的说法为准，认为顺治皇帝是得天花去世的。但是中国的官史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会因为种种原因遭遇误解、曲笔，甚至是篡改。顺治皇帝的驾崩是否另有隐情？因为前前后后的一些事情也一度遭到质疑。偏偏当时文人的一些诗歌小说笔记中，又隐隐约约留下了大量顺治皇帝并不是暴亡，而是剃度出家的暗示。这些传说几乎众口一词指出顺治因为爱妃董鄂氏相交遇远，思念成疾，最终看破红尘，决意以青灯古佛了却残生。甚至有说法称《红楼梦》这部小说正是隐晦地记述了当年顺治皇帝的故事。在小说中，宝玉因为黛玉的亡故而最终出家，还有的说呢，这位董鄂妃其实就是当时的江南名妓董小宛。这样一来呢，文学历史界众说纷纭，使得这个顺治出家成为著名的清初三大疑案之一。后世的很多学者比如孟森、陈寅恪、高阳等等史学大家，也都纷纷深入其中，并且有着诸多的考据和论断。我们不妨从顺治去世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交往的人员中一窥究竟，探讨一下这件疑案背后更加接近真相的历史。后世的学者探讨顺治皇帝的时候，不管抱有哪种看法，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他的离世与爱妃董鄂氏之死密不可分。无论是暴毙身亡还是落发为僧，归根结底都是情伤。这位董鄂氏究竟是何许人也呢？她在正史中被称为孝献皇后，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的姐姐，满洲正白旗人。顺治13年8月，18岁的董鄂氏入宫就获得恩宠，很快就被册封为贤妃，1个月以后又被晋为皇贵妃。那么皇贵妃这个岗位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当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这是专门为董鄂氏设置，仿佛是不能封为皇后的折中方案。2个多月以后，顺治又专门为董鄂妃举行了一次十分隆重的册封大典，同时还破格颁布诏令，大赦天下。大赦这种事情通常只有皇帝登基、册封皇后、册封太子等等一系列重大事情发生或者未发生前，皇帝依照先例颁布特殊诏令。那么顺治为董鄂氏搞的大赦，这是清朝唯一一次为皇贵妃的册立而大赦天下。这样一种做法很快引来很多猜测。虽然董鄂氏没有直接被册为皇后，但却完全享受了皇后的待遇。很显然，这个18岁的姑娘此时正令19岁的顺治皇帝神魂颠倒，认为她才是自己心目中皇后的人选。那么这位董鄂氏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呢？从董鄂氏的生平看来，顺治2年，他的父亲鄂硕随着多尔衮的大军南下，此后有5、6年的时间，鄂硕奉命在苏杭一带驻防。这个董鄂氏6到12岁的少女启蒙时代，很有可能因此在江南地区度过。江南的山温水暖滋养了这个满族姑娘，她和那些在蒙古草原上长大的妃嫔相比，应该是更加知书达理、温柔可人的。而顺治皇帝呢，
6岁就已经登基，常年接触朝廷中的汉族士大夫，打小接受汉文化教育，在文化认同上，顺治能和董鄂氏更有共同语言，这几乎是一种必然。有关董鄂氏的宫廷生活，通过顺治在其死后写下的悼文可以感知一二。顺治说董鄂氏生性孝顺恭敬，知大体，对上温文而又谦卑退让，对下惠爱有加。他是从来不以自己身份高贵以及得到了皇帝的恩宠而刻意的去抬高自己，侍奉皇太后更是无微不至，像儿女一样察言观色，像普通婢女一样小心侍奉。对顺治本人更是像对自己的父亲一样，早上等候起居，亲自查看早餐，衣服是不是得体，无不面面俱到。没有宴会，必来亲自嘘寒问暖。每当这个顺治烦闷，董鄂氏总会陪在左右，亲自奉上膳食，然后静静站在一边。顺治也邀请过他一同进餐，但是董鄂妃说什么呢？他说：“陛下原念妾甚幸，然孰若与诸大臣，使得奉上色孝，以沾宠惠乎？”这个大致意思就是说，陛下这么厚爱我，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为什么您不和大臣们一块进餐呢？大臣们侍奉了皇上的同时，也能得到一些恩宠，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事情。那么在这之后呢，每当君臣关系紧张的时候，顺治总会想到召集大臣们一起用膳。总而言之在福临的心中，这个董鄂氏几乎是集合了所有女人该有的美德。或许也正是这样的面面俱到，最终导致了董鄂氏的短命。顺治17年8月19，董鄂妃病逝在了承乾宫，年仅22岁。她的温婉娴静、知书达理，从此只能停留在记忆中。福临是悲痛欲绝，万念俱灰，当天就传谕亲王以下4品官员以上，并公主王妃以下命妇等，聚于景运门内外，齐集哭临，辍朝5日。第3天又追封董鄂妃为皇后，责令满洲八旗2、3品的大臣为其抬棺发丧。就在董鄂妃死了以后，一则谣言开始在民间流传，人们说这位董鄂氏原本的真实身份其实是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说董鄂妃是董小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清朝初年著名的宫廷诗人吴梅村的诗句：“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有人认为千里草乃是董字，可是仅凭一个董字，怎么就能确定说的就是董小宛呢？董鄂氏虽然不姓董，但是对于诗人来说，只要韵脚合宜，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严谨了。况且满人入主中原以后大家为了称呼上的方便，常有将姓氏和名字的第一个字作为姓来使用。比如人们称索尼为索相，甚至索尼的儿子追随这个索字叫索额图。但是众所周知，他们父子俩实际上是姓赫舍里。董鄂呢，作为满族的大姓，也时常音译为东果。所以从满族人对姓氏的不严谨来看，以一句千里草就认定一个人，这是十分不科学的。董小宛呢，曾在江南艳质高张，一些风流文士为他留下的文字也并不少。有详实的资料证实，她嫁给了明末4公子之一的冒辟疆，死于顺治8年，也就是1651年，亡故时候的年龄是28岁。而这个时候的顺治皇帝多大呢？他才刚刚14岁。说董小宛就是董鄂妃，不光是年龄这块说不过去，顺治迎娶董鄂妃的时候，这个董小宛早就已经死了，全都对不上。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对董鄂氏产生怀疑，甚至到了近现代以后，在历史学界也一直有董小宛入清宫的说法。有关董鄂氏的出身引人猜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并不是随着秀女大选入宫的。清朝初年凡是满汉蒙古3军8旗人家的女儿，到了13岁以后，如果没有伤残等特殊情况，她的名字就会被登记在册，在指定时间参加秀女大选。而董鄂氏是多大进的宫呢？御制董鄂后行状里面说她是年18已得入掖庭。
18岁对于选秀女而言早就已经超龄，说她以德行进了宫，可是几乎所有的清代史书对她进宫的原因却又全都一致的保持沉默，闭口不谈。越是回避就越容易引人猜测，因此就有了另外一种说法，董鄂氏乃是顺治的弟弟伯木伯古尔的福晋。在一次宫廷家宴中与顺治相遇，顺治立即被迷得神魂颠倒。这说法与董小宛之说不同，但它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一条非常有力的证据，因为这出自当时宫廷传教士汤若望的记载。这个汤若望是德国人，明朝末年呢就来到中国，满清入关以后，他投归清朝，被任命为清朝第1任钦天监监正，也就是天文历法局局长。汤若望啊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在明朝受到崇祯的重用，到了清朝呢又被多尔衮和孝庄赏识，甚至连顺治皇帝都尊称其为马法，在满语中这就是爷爷的意思。根据汤若望生活回忆录中的记载，顺治皇帝啊对于一位满级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之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光。这位军人于是乃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而皇帝随即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这位贵妃于1657年产生一子，是皇帝要规定他为将来的皇太子的，但是数星期之后，这位皇子竟而去世，而其母于其后不久亦薨逝。我们纵观顺治皇帝的恋爱史啊，能被称为火热爱恋的显然只有董鄂氏，而且根据汤若望对这位贵妃的叙述，可以看出他所指的正是董鄂氏。董鄂氏进宫之前，恰恰发生了一个奇怪的事件，原本与顺治皇帝关系非常亲密的和硕襄亲王伯木伯古尔突然离奇死亡。伯木伯古尔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11子福临的弟弟，在顺治13年的7月突然死亡，而董鄂氏的册封则是在1个月之后。而且当时的礼部啊，原本安排7月行礼，是顺治表示襄亲王新丧，为了致哀，要求把册封时间推迟1个月。看起来是兄弟情深，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啊，襄亲王是顺治兄弟中与他年龄最接近、来往最密切的，但是这个皇帝对于他的去世竟然没有任何的封赠，甚至以他没有后代为由，取消了他爵位的继承权。史料记载，襄亲王的福晋啊，与顺治的皇后一样，都是孝庄皇太后的侄女博尔济吉特氏。这位襄亲王离世的时候只有15、16岁，他的福晋想来也很年轻。按照一般的情况，通常会让这位福晋过继子侄继承香火，但是顺治并没有这样做。以上种种不得不引人遐想，或许当时董鄂氏已然是襄亲王的未婚妻，只是还没有行大礼，而被顺治看中以后，他是不顾一切夺人所爱，最终孝庄皇太后不得不遣嫁一位自己的侄女，以安抚这位亲王。汤若望的记载啊，可信度是相对较高的，他与皇帝和太后来往密切，掌握大量秘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同时他在康熙皇帝亲政前就已经去世，个人的著作随着传教士们流传回到欧洲，一些文字不受清政府的管辖，他的技术并不容易被篡改。无论如何，董鄂氏成为贤妃，并且转眼又被册封为皇贵妃，这种待遇属实是200多年清史上绝无仅有的。从董鄂氏非同寻常的册封礼来看啊，顺治是有将她册立为皇后的意向的。由于孝庄皇太后的阻挠，最终没有成功。后来一切优厚的待遇都是对这一遗憾的补偿。倘若这个汤若望的记载属实，不得不说呀，这个顺治真是个非常任性的年轻人。早在顺治8年，他就曾册立过一位皇后，这个姑娘呢是顺治母亲孝庄皇太后的侄女，也就是她的表妹。但是顺治并不喜欢她，以皇后生活骄奢为理由，闹着要废后。寻常百姓休妻还要有个七出之条，生活奢侈是够不上被废弃的罪名的。大臣们劝告他，堂堂一国之母被废，
总要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顺治呢一直是强烈坚持，不肯罢休，最终找了个非常好的说辞。他说这个皇后啊是由多尔衮做主娶进宫的，现在多尔衮已经死了，并且成了反面典型，那么就断不能留这个皇后在身边。这个福临呢就是这样不顾及他的母亲及其家族的感受，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叛逆的孩子，正在不计代价的和家长做对抗。无奈的孝庄皇太后啊，只能和皇帝谈判，各退一步，把这位皇后贬为静妃，居住在偏僻的宫殿里。但是很快啊，他的母亲就又为他娶了一位皇后，这位皇后仍然是波尔济吉特家的女儿，这显然不是皇帝自己选择的结果，因此在宫中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新皇后刚刚被册封了2年，这个顺治皇帝就与董鄂氏坠入爱河，这就注定这个后宫从此以后就不会太平了。董鄂氏进宫以后很快就怀孕，并且在顺治14年的10月生下皇子。皇帝为此呢十分高兴，将还在襁褓中没有取名字的孩子册封为荣亲王，并且为他大赦天下。这几乎意味着向天下宣布董鄂氏所生之子即为太子。董鄂氏看起来荣宠备至，事实上他在后宫的生活却遍地经针，夺了太后娘家侄女的宠爱，是什么下场？后来光绪皇帝珍妃的遭遇就体现得很清楚。皇帝火热的爱恋虽然可以暂时充当护身符，但是太后和皇后却实在不是能得罪的人。董鄂氏刚刚生完孩子1个月以后，孝庄皇太后突然生病了。史记记载，皇后对太后的病情不闻不问，而身为皇贵妃的董鄂氏前去朝夕侍奉。史书上还用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形容词，叫做目不交接，也就是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董鄂氏当时刚刚生产没多久，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就被迫这样的劳神费力，这很难不让人怀疑皇太后生病的真正缘由。太后啊是皇后最有力的保护伞，而皇后丝毫不着急的行为似乎意味着太后的病情只是一种说辞，根本不值得人担心。后宫伎俩激怒了皇帝，因此来年的正月，后宫再次闹出废后风波。顺治皇帝以太后生病、皇后行为有违孝道为由，再次要求废后。显然这是皇帝对他们姑侄以生病为由折磨董鄂氏的报复。但是这一动议又一次遭到大臣们和孝庄皇太后的强烈反对。一个堂堂君王在短短5年内2度看似无缘无故的废后，这样的名声实在太坏。顺治啊这个时候有点任性妄为，可是董鄂氏并不糊涂，他是长跪不起，劝说顺治，你若想让我好好的在这后宫里活着，就不要废掉皇后。很大程度上董鄂氏拥有了皇帝炙热的爱情，但是后宫生活对他而言才是真的水深火热。他心里很清楚，一旦再次废掉博尔济吉特家的皇后，他在后宫也就活不了几天了。在他的求恳之下，皇后的地位得以保全，但是由于受了屈辱与惊吓，皇后随即也病倒了。病榻前伺候的仍然是董鄂氏，看起来更像他们双方的一种表面和解。董鄂氏希望以自己的牺牲换来一些宁静，然而天不随人愿，1个月以后，他与皇帝的爱子就夭折了。生育以后，没有仔细将养的身体因为丧子的巨大悲痛而一下子就垮掉了。从此以后，他始终缠绵病榻，虽然有专房之宠，却始终没能再为福临生下一儿半女。说皇贵妃董鄂氏久病缠身，香消玉殒。顺治顾不得此时尚有中宫孝惠皇后，下诏册封董鄂氏为孝献皇后，只为能与她生同朝死同学。同时皇帝饱含深情地亲自为她撰写了御制董鄂后行状，不断地回忆爱人的生前种种，但是这些并不能排遣顺治的哀痛。董鄂氏去世不到半年，皇帝也随着他的爱妃同登极乐。原本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皇帝因为过度伤心导致抵抗力下降，感染流行病去世，似乎也说得通。
然而顺治去世前后出现的种种奇怪的迹象和表现，令人不得不怀疑他离世的真正原因。目前能够看到的文字中最早指出顺治皇帝有可能是出家而不是真正离世的，仍然是吴梅村的清凉山赞佛诗。这首诗似乎就是模仿《长恨歌》来讲述顺治与董鄂氏之间的爱情。因为他这首诗下呢，有当事人的注解，明确提到为皇贵妃董世永，因此诗中那句可怜千里草，委落无颜色被认定是在写董鄂氏之死。最后的结尾呢，则写到色空两不住，收拾宗风里，似乎又是在说这个皇帝最终抛却了天下，遁入空门。到了康熙朝康熙曾数次陪同孝庄前往五台山拜佛，拜谒之勤难免让人怀疑是不是这五台山上有他们祖孙二人极为牵挂的人和事呢？再加上到后来庚子年间，慈禧太后西逃，这个时候呢，路过了五台山，曾向山中的寺院借用器物，发现其中的用度颇有皇家气度，因此当时呢就有传言说，当年顺治皇帝是假死真出家，最终归隐于五台山。这些器具呢，就是他生前在五台山所用。当然，这种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并不足以用作证据，而对于顺治皇帝离世前后的细节，史学家们多数认为最可靠的是遗诏起草人王熙和时任中书舍人张晨的私人笔记。王熙呢是当事人，或许夹杂当时许多利益，而张晨在顺治17年，因为为董鄂氏写了一篇祭文，深得皇帝的欣赏，大概率进出宫廷也是相对的频繁。他的笔记对顺治去世前后的描写十分详尽，他明确的记载说，正月初2这一天，顺治皇帝去了一所寺庙，去那里做什么呢？看太监吴良辅落发为僧。这个吴良辅是顺治皇帝的贴身近侍，他为什么出家？所有人都能得到一个答案，就是代替皇帝。顺治皇帝向往佛教，天下人都知道，他长期延请得道高僧住在宫内，并为他们在京城内修建寺院，以便长期供奉。当时被他留在京城内的高僧吕安岳留下过一本《赤柱善果吕安岳和尚奏对录》，这本书大约在雍乾时期曾遭到毁禁，现在北京保存有一部康熙初代的课本。这部书提到9月12日顺治皇帝曾经驾临善果寺，脸色非常不好，显然十分的哀伤。这和尚呢用了一个形容词是天颜惨凄。顺治皇帝通他说我不是简单的宠溺他，他这个人是真的好，侍奉皇太后能尽色难之训，所以我发自内心的悲痛所谓能尽色难之训，是指晚辈在长辈要求不合理的情况下，也不表露出为难的情绪。可见这个在实际生活当中，孝庄对董鄂氏应该是没有什么好脸色的。而董鄂氏为了减少家庭矛盾，尽量的委屈自己，息事宁人。此时这个顺治皇帝大概正是为他的爱妃如此委曲求全，却没有一个好结局而无比的哀伤。这条说法还有一个旁证，那就是《汤若望传》也记载到皇帝为皇贵妃去世的哀痛，竟然寻死觅活，不顾一切。可见此时的顺治确实已经产生了丢下江山跟随爱妃同往的想法。那么最终他到底是选择了一同殉情，还是了却尘缘呢？《赤柱善果吕安岳和尚奏对录》这本书主要记录了顺治16年到顺治18年顺治皇帝和吕安和尚的一些对话和事迹。这里的善果寺大致位置在今天北京西城区善果胡同。吕安本岳禅师是浙江嘉兴人，俗姓孙氏，清初禅宗佛教临济宗传人，宁波天童寺木尘道民禅师的随师弟子。顺治时期有2位临济宗得道高僧奉诏进京，并且得到器重，一个是浙江武康报恩寺的玉林通秀，另一个呢就是天童寺的木尘道民。吕安本岳本来是跟随老师面圣，而后呢被留了下来，居住在了京城的善果寺。
顺治17年10月，也就是董鄂氏去世以后2个多月，顺治对玉林禅师说：“上古为释迦如来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亦舍国位而成禅祖，朕欲效之，何如？”这句话传递了很强的信号，这位年轻的皇帝已经打算扔下大清江山，去和青灯古佛作伴。那么玉林禅师怎么回的呢？他说：“若以释法论，皇上以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以永做国王地主，外以护诸佛正法之伦，内助一切大权，菩萨治所住处。”这番话等于是从出世入世2个方面对顺治进行了劝解。跟随这一段对话被记录下来的，还有2个人一见面时的场景，是10月15日到皇城内西苑万善殿，世祖就见仗士相视而笑，日穷玄奥。根据史学大家陈元的分析，认为最为关键的就是相视而笑4个字。这个时候的顺治皇帝应该已经剃光了头发，受了沙弥戒。又过了大概2个月的时候啊，顺治到访善果寺，对吕安和尚说：“朕常于佛前发愿，早生净土，回入婆娑。正因出家，早明心地，为临济正宗，实满朕愿。”对于他这个正因出家的想法，吕安和尚同样劝他不妨现帝王身，行菩萨事。顺治回答说：“吕和尚所言极当，恐朕未能若此耳。你说的很对，但是恐怕我呀做不到了。”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顺治出家的心思已经十分明确，并且已经做足了准备工作，已经剃度受戒。之所以没有进行下去，是因为玉林禅师得知以后，架起火来就要烧了给皇帝剃度的和尚，顺治这才至少看上去消停了下来。大概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有了让近身内侍代替皇帝出家的动议。而代替皇帝出家的吴良辅与奏对录一样，是被毁禁的命运。顺治18年2月25日的官方文件里，人们可以看到吴良辅已经被处死，而处死的罪名和执行的人员全部被隐去。倘若这个吴良辅作奸犯科，是当死之人，又为什么要隐去不提呢？这个吴良辅到底有什么不可饶恕之处，需要尽快除掉呢？除非他知道什么真相，又或者他根本就是假死。时间来到顺治皇帝驾崩前的72小时，顺治18年正月初4，也就是吴良辅落发为僧2天以后，根据大臣张晨的笔记记载，大臣们请安的时候就有说法称皇帝的身体好像是不大舒服。到了初5的时候，大臣们再进宫请安，发现春节时候宫里面贴的春联挂的红灯笼已经都被去掉了。正月初7开始大赦天下，同时发布了禁止民间炒豆泼水的命令。这类禁令一下，大家基本上明白，一定是宫里面有人得了天花。大年初8各衙门春节假期结束，准备上班。一到衙门，上级领导就要求让大家把官帽上的红缨取下，不要回家，有重大事件发生，需要在衙门里等待消息。随后呢，上级就让他们去户部领取白色绸条。此刻还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去世。张晨呢，还特意写到他领了绸条以后往太和殿走，问一个同事说到底谁死了。他同事说呢，好像是皇帝的儿子。由此可见，在当时啊，这个天花虽然是个可以致命的流行病，但是大臣们仍然没想到此刻去世的人就是顺治皇帝。事实上呢，得天花这事儿也有蹊跷，这是一种通过空气传播的烈性传染病。如果已经传进宫禁，那么民间应该已经十分严重了。可是查阅当时的民间笔记也好，史料也好，都没有关于当年有天花大范围流行的记载。皇帝的去世啊，看起来十分急促，但是却对外颁布了一部非常详尽、繁琐且论调离奇的遗诏。通常皇帝在弥留之际啊，只有经历说出了最关键的信息，那就是由什么人继承大统。如果还能多一口气儿，也不过就说出辅政遗命大臣的名单。而顺治的遗诏啊，竟然洋洋洒洒近万字，细看内容，哪里又是什么遗诏啊，分明就是一份罪己诏。他隶属自己不能奉亲养老以礼之情，
信任宦官、任用汉官等等10几条罪状。从罪状来看，主要问题在于不跟他的满蒙血统家族一条心。这份遗诏如果确实是顺治所留，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如果不是他亲口所述，那么又有谁胆敢罗列皇帝的罪状？另外一个引人注意的细节是，这个张晨进入灵堂时候，看到皇帝的棺椁后面还有另外一具是所谓珍妃的灵柩。这位珍妃是为皇帝殉葬的妃嫔，但是这位殉葬人却非常的耐人寻味，她是董鄂氏的妹妹。如果依照满清殉葬的传统，通常殉葬人都是地位比较低的庶妃。此时顺治皇帝有名分的庶妃共计9人，没有名分的共有17人，唯一前去殉葬的却是出身高贵的董鄂氏。这些证据整齐地指向一个人，就是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顺治和母亲的矛盾非常明显且公开。他废掉母族嫁来的皇后，将母亲曾经政治上的盟友多尔衮开棺录尸，还把皇宫中满蒙汉3族文字牌匾上的蒙文全部抹掉。而他也很有可能为了最终与皇家的断舍离，向母亲妥协了自己的身后名声，当然还有小董鄂氏的性命。也有很多人认为珍妃的殉葬这是董鄂氏家族与孝庄皇太后谈判的结果。董鄂氏家族牺牲了另一位女性的性命，缓解了与太后的矛盾，保全了自己的荣耀。他们这一族并没有因为董鄂氏的离世而衰落，在康熙朝仍然飞黄腾达，风生水起。连《东华录》这部由官方史官亲自撰写的史料长编中，也直言不讳地提到珍妃的殉葬就是他的家族与太后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之一。因此顺治皇帝出家也好，暴亡也罢，最终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之后各方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顺治皇帝坚持册封董鄂氏，打压皇后，一方面是他们2人的真实爱恋，另一方面则是他在亲政以后对始终参与和干涉他政治决策的孝庄皇太后的挑衅。这是皇帝与董鄂氏的爱别离，同时呢，也是他对独立施政的求不得。董鄂氏为了爱情的求全，并不能换来太后对他和皇帝的成全，反而伤害了他自己和儿子的性命。最终这场爱情以皇帝的政治生命为代价，附带董鄂氏妹妹一条年轻的生命，朝堂上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顺治与母亲政治角力之下，留下的4位辅政大臣将由他的儿子未来的康熙皇帝来亲手解决。而顺治皇帝的后世子孙为了挽救他作为一代帝王的英明形象，对史书进行了大量的毁进和删改，蛛丝马迹也只能由后人再去探寻。读历史知善恶，这是烽火照东南。感谢您收看收听我的节目，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